首先呢，今天是2024年的2月13日，大年初四，整个行情呢都在做多头的延续。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整体结构的变化与接下来的操作思路。首先我们来看比特币啊，我们打开比特币的周线图表。那么从周线的图表来看呢，整体行情处在多头延续当中。那么为什么整体的结构的变化是多头，而不是没有空头的预期做多头延续？前提呢是需要确定好方向，也定好结构，那我们才能知道未来我们做交易的思路是什么。只有方向明确、结构明确、目标明确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轻松自如的应对整个市场。废话不多说，首先呢，我们还是先讲比特币，再讲以太坊。我们打开比特币的周线图表，那么整个方向是多头，那底高是多头。那从结构上来看，我们也是多头。首先在2022年的11月从这儿开始筑底，然后盘的一个头肩底部结构。那么首先我们以右肩的颈线作为1，左边的低点作为0，拉出一个斐波那契。那么从这一段来看，整体回踩 0.5， 那目标最少呢要看到 1.5， 30,224.2 这个位置。那么在这儿直接就给到了 1.5 的目标，然后形成回落。我们讲过往往回落以后到颈线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买区，但是呢当时出现了一个情况，行情走到这儿形成回落，回到颈线附近是买区，但是呢在第二次延续多头给到1.618 的位置 31,387.2 的时候，那么回落的过程当中破坏了前方的拐点。那么从结构的角度上来看上涨回调上涨，这是一个完整的波段，那再次回调，然后再次上涨破高，那么这是一个完整的波段。那么如果整个行情要继续延续多头，那么这个低点就不能跌破。那么跌破以后呢，是不是代表走空呢？也不一定不代表走空，那可能会延续更大的结构的多头。那所以说在当时呢，我们就高低点做调整，低点不动，动高点，然后呢回调以后破了拐点以后呢，我们有另外一个预期，那就是它就是已经给到目标以后，在目标区形成了反转结构形态。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出现矛盾了。那么就出现了头肩顶部结构的预期，那么这种预期就产生矛盾了。那么这种矛盾的话，那就有一个空头的预期，那未来就有可能到22,122到21,281，甚至下方的扩展目标到2万左右的目标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基于这样的矛盾的话，当时我们就放弃掉整个交易。那么在矛盾区内，那么就有2个点。首先低点 24,200.9 这个点不能跌破，那上方 30,265.8 的这个点是一个防守拐点。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前面的课件当中讲到我们的交易系统拐点破高点破，从本身的结构上去看，那么在矛盾区内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交易，那直至
30,265.8突破以后，那么空头结构断，多头继续延续，整个结构就演变成了从15300左右到31,552.9这个波段就多头波段就成立了。所以说我们的斐波那契就整体就调整。那最后呢，它回踩的非常漂亮，这波回踩的是 0.618， 那我们的目标就看到1.618， 所以说我们当时的预期就是比特币到42000，那么基本上这一段的多头的目标就完完全全走完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到这里，然后形成回落，回到38,581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有两个逻辑。首先第一个是周线级别的多头目标的扩展区已经给到，那我们再从上一轮熊市的高低点做一个斐波那契的拉出来测量它反弹，恰好在反弹的卖区，从整个逻辑反弹卖区 0.382 到 0.618 是一个卖区，直至给到就是在2024年的1月8号那一天，那给到 0.382 48833.9的这个位置形成回落呢以后呢，当时我们呢的看法是什么？我们当时的看法是它有两个买区。那我们的交易系统非常简单就是在买区找买区找买点，找卖区找卖点。所以说呢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当时我们就高低点拉斐波那契，然后呢找到周线级别的买区，落在36,221.5到28,293的这个区域，这就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买区。那我们说结构上的话是从小的周期往大的周期去演变，那么我们从日线的角度上看，肯定是先往整个过程当中从25000左右一直涨到48000，这个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过做日线级别的回调，所以说高低点拉斐波那契，那么它的日线的买区就落在高低点拉出来的斐波那契的 0.618 到 0.382 的区间，所以说在这儿又是一个篮筐，那我们把斐波那契去掉，留下篮筐。所以说行情回到买区日线的买区去做了多头的延续，那么我们在买区内找买点，就可以切换到更小的周期。那么回到12小时，我们打开我们的交易扶手 Vega 的通道，然后我们在买区内有明显的反转结构形态。那这一段有一个空头结构，上涨回调，然后跌破前方的低点，那么这儿有空头结构，所以说我们在这儿拉出空头结构的扩展目标区，完美的给到，并且破了前方的拐点，那么形成了机构订单买区。所以说买区和空头结构的目标区与日线级别的买区重叠，那么这儿就可以符合左侧博弈。那么在买区内又形成了反转结构，
我们切换到更小的周期，1小时图表，1小时图表。那么在1小时图表当中，我们明显的看到这儿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两次筑底，而且在这儿出现了小的双底结构的反转结构形态，在买区内出现反转结构形态，那么它就要延续多头。所以说直至行情突破39,649.2以后，那么就可以直接右侧博弈多头。那么我们的目标就看到上方2到 2.618， 那么已经精准的给到。那么继续往上走，然后在这儿，那么又出现在买区内又继续出现头肩底部结构与双底结构，那么它就基于这种结构再继续的延续多头。那么在延续多头当中又盘出类杯柄结构的中继结构，所以说持续往上走都非常合理。那么根据 Vegas 的通道扶手，那么从4小时的图表当中来看从6小时的级别当中来看，那么这儿给到6小时的通道收高，然后呢继续给到6小时继续收高，去延续了多头，那么破了前方的高点，那直至破了前方49000的高点以后，那么整个周线级别的回调买区就已经断掉了，那么它就继续延续了日线级别的多头，那所以说从日线的角度上来讲，那么震荡结构就完全成立，上涨回调上涨。那么未来比特币55000到58000之间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因为高点破扩展出结构形成，那么这就是对比特币的看法。那么基于对比特币的看法那么我们要找到新的买点。那么本段我们单纯的看日线的上涨波段的回调这一段的结构我们来找买区，也就是高低点不动，然后找到买区落在0.382到0.618，也就是43000到45000之间，是一个日线的第二次的一个买区，并且呢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前面颈线的前面结构的颈线位也是一个买区，那么现在恰好呢也回到了颈线附近的买区，那我们可以切换到更小的周期当中来关注1小时级别的买点。那么现目前为止，就当下的行情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回落，是因为这儿有空头的反转结构2次筑顶，那么2次筑顶目前已经给到了目标位双顶2到 2.618 已经给到，然后形成反弹。那么未来呢，关注1小时的买点是最合理的，原因有2：第一，上涨的1小时的拐点落在47725.2，那么拐点破机构订单出，那么拐点下面和1小时的 Vega 通道基本在重叠，因为在未来行情的演变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就是通道也会在演变，所以说1小时的买点是非常合理。
原因第3点，那么1小时呢有过多头延续啊，在整个1小时的通道当中有过多头延续，所以说被验证过的通道非常有效。所以说接下来要关注大概47500附近的买点，那这就是对比特币的看法。那么接下来对以太坊的看法啊，以太坊呢，我们有做了一张完整的策略图。那么这是一个周线级别的策略图啊。首先，周线级别啊，这是一个 W 底的形态。W 底呢，目前为止从W 底的角度来看，就目前为止呢，上方还有目标，那么3182.66到3894.55的目标。那么这儿在演变过程当中出现了类杯柄结构形态。那么类杯柄结构形态的目标区落在2925.02到3406。那么从整体的结构周线的方向和结构来看，底底高，然后是多头，然后上方有目标待实现。所以说以太坊未来我的思路是持续看多。那唯一在演变过程当中承载的一个唯一的矛盾区就是这儿的一个双顶。但是呢，自从2030这个拐点破位以后，2030这个拐点破位以后，整个空头就断了，拐点破，高点破，那没有任何一个周线或者日线的空头结构去支撑它延续空头的条件，所以说有2个多头结构的支撑，而且是周线级别的多头支撑，所以说上方的目标很明确。那就目前为止的话，以太坊最少呢，短线我们还是要看到前方高点2720附近。那么作为长线思路的话，还是要落在2900以上。那么在前面拿到现货的伙伴们，最少在2900到3000左右做减持，博弈更大的目标。那么整个思路我们就聊得非常清楚啊。那么这差异区也就是 WLD 呢，目前为止日线呢形成了双底的成立，目前呢给到了一个小时级别的多头目标区，现在做回落。那么回落以后呢，基本上注意右侧交易的话，颈线附近就是买点，接下来可以关注颈线附近的买点。那就目前为止来看的话，整个双底非常漂亮。那上方呢，最少呢能看到$3左右的WLD 回落以后继续延续多头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上方的目标非常明确。然后上方最少能看到3.4到3.8之间的 WLD。那么做空的话，唯一一个做空就是日线与两弹结构就上一轮空头的反弹重叠区与日线的重叠区目标重叠区，也就是在 3.6 到 3.8 之间，如果有非常明显的反转结构形态，可以尝试做空。那么这就是今天所有的思路明天再见，谢谢大家。